各位油管的觀眾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小說的第3期，要講的是古代青樓的故事。第2期講了講這個我大漢民族的小弱點，就是歌舞，然後遭到很多愛國人士的這個批評指正，說我大漢民族還是很厲害，有很多優點，很多特長。歌舞其實也有這個，當然很多人也提醒了，說青樓裡有很多歌舞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要講這個的原因呢，是說我在美國這些年呢，總想賣些故事啊，掙點錢給好萊塢，說有一些你沒聽說過的故事。我發現有幾樣東西是他們特別不能理解，就是算是我們這個民族極為獨特的文化。一個就是科舉，一個就是鏢局，一個就因為美國是沒有鏢局的，是個尚武的民族，我们是文人民族。还有一個就是青樓，青樓這個東西是非常漢民族，咱都不能說是中國的啊，因為中國很多少數民族戀愛極為自由，特別奔放，大家唱着山歌就談起戀愛，而不需要青樓這麼個地方。這個我的漢民族有一個很好的文化傳統，就是有青樓。這個先給大家解釋一下，我猜大家很多人会認為青樓是妓院，其實不是。這個妓院呢，全世界都有，並不是我們的文化。這個妓院是提供一些人類本能的需求，這個很低級，肉體的需求。這個青樓完全不是，青樓提供的是一種很高級、很高級的服務。這高級到什麼程度呢？以至於我認為人最高級的、最好的願望跟那種需求，就是叫愛與自由。青樓提供的商品或者叫服務吧，就是這2樣，叫愛與自由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商品或者服務有一個特性，就是什麼東西越缺乏，什麼東西越珍貴，什麼東西越稀少，什麼東西越大家都撲上去了。咱就不用各種成語了啊。在我們這個漢民族，儒家統治了以後的漢民族啊，春秋時代當然是沒有青樓的，因為戀愛也自由，性也開放，等等等等。大家都可以唱着歌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唱各種詩經，就來了。但是呢，自從儒家統治了以後呢，這2個東西變成了嚴重的缺失。首先是缺失愛，因為什麼？大家都是包辦婚姻，有指腹為婚的，根本不知道這人還連照片也沒有，就要跟他結婚。大部分人呢，10幾歲、15歲、16歲的時候，由父母包办，就結了一個婚。然後這個愛情呢，當然也不能說一點都沒有啊。但是和大家年輕的荷爾蒙想象的那些奔放的愛情，那種大家就是熱烈的燃燒的愛情，當然是有很大區別的，因為你都結了婚才看見這姐們長啥樣。再一個是自由，就是在儒家的這個統治下，尤其是這個士這個階層，其實就是青樓的幾乎是不能說主要的客人，幾乎是100%的青樓的顧客都來自於士這個階層。而不是農民或者是什麼小商販什麼，那是進不了青樓，只能上妓院，就是到那些地方去。所以士這個階層呢，由於長期受儒家的這個先讀45經，然後要求自己一整套儒家的那些禮教，就是要站如松，坐如鐘，4點鐘就開始跑步上朝，回到家裡大家還大老婆二老婆，大家都行周公之禮，然後全都很那個端莊，比青樓就是最美好的地方，有愛情。有自由，喝酒、彈琴、唱歌，店頭銀幣積節歲，還就 party 上了，然後出來還可以醉駕馬車。那時候也沒規定說喝了酒不能開馬車，然後於是就是一個最自由的地方。還有一個要講這個青樓這個題材的原因是，其實想想它跟今天的我們娛樂圈有千絲萬縷的很像的地方。首先很像的地方就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青楼的来源，這些姑娘們，實際上老鴇就是老板了啊。老板把這些姑娘，她們有很多来源啊，有罪犯、伐没的女子，然後有買來的，有自己沦落风塵，然後等等吧，反正就弄来這些女子以後，很像我們這兒的經紀人說你這不行，你沒才華，你歌舞都不行，然後也沒法培養，你就不好意思妓院就卖肉了，你这人生比較悲慘。但是会通过选秀选出这个，说哎，这个女的，这个姑娘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情商智商都够。这个青楼女啊，这个色是最后一位，首先得有范儿。
就首先得有品，然後得有技艺，就是这个琴棋书畫你得會至少2樣才可以，然後最後才是有容貌。但是有容貌以後，大家怎麼辦呢？就去培養你，就相當於今天經紀人說給你請一堆老師，就培訓你舞蹈，培訓你寫詩，培訓你彈琴，下點棋，然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培訓，我不知道今天經紀人培訓不培訓這個女藝人啊，就是培訓你有情，培訓你有愛情，就是你有風情，你知道怎麼男人需要什麼，男人怎麼才會神魂顛倒。經過這一番的培訓包裝，才有了青樓這個裡面的這些名女。青樓和妓院光那個排場就不一樣，妓院是一個挨一個，然後一個裡邊一間屋裡一女的，然後大家排坐在陽台上衝着那街上，嗨，你好，後面的觀眾你們好嗎？然後就招上了就，然後青樓女不但是一個大院子裡就一個，而她就是大小姐，就是當公主一樣捧着，什麼都會，一切的生活質量都是最高的，而她絕不出去攬客，出去說，嗨，你好，到這兒來坐坐吧，喝一杯什麼，喝完了這杯再說吧，今宵離別後，何日君再來，絕對不能幹這個。青樓，小客宴，請問逛青樓最重要的是錢嗎？當然了，錢是最好的偉哥嗎？錯，請問去青樓需要寫什麼呢？寫支票嘍。錯，請問如果你在青樓遇到了別的客人，你會怎麼辦呢？打壓的呀。錯，青樓女會陪客人待多久呢？1夜嘍，我又不想娶她。錯，考核結果不合格，你被青樓拒絕了。什麼？並不是說你來到青樓你想進去就進去說，哎，小二把那姑娘給我叫來了，那就是妓院。青樓什麼樣呢？進都很難進。首先得比什麼？比才華。就那時候重文輕商嘛，光拿錢不行，當然你沒錢是萬萬不行啊。但是你首先得有才華。這個我說的就是大部分啊，不是說每個青樓都這樣，但是這個最好的，首先有一關叫騎樓賽詩。騎樓就是一進門有那麼一個叫騎樓的東西，你先把那詩寫的那影帶上，就烏龜或者叫大茶壺，就趕緊抄下來拿進去給小姐看。小姐看了半天說，這詩寫的不行，就不讓進了。所以一看，這有人代筆，這詩我見過，這不行，這有人代筆不行，這轰走。小姐見多識廣，天天的工作就是讀詩以及談戀愛。然後一看，原創有才華，說你是不是都開始羨慕了？說你看挑才子啊，這多幸福！說啊，這好，這有才。然後說這進來，而且不是一個人進來，小姐姐不見你，就放好幾個人進來。今天晚上3個，明兒晚上4個，進來幹嘛呢？第二關叫做打茶圍。那時候茶不像現在啊，弄倆茶葉就行了，裡邊擱着7、80種東西，各種各樣亂七八糟，你得認這茶，能品這茶，然後你得有談吐，並且小姐還是不見你，小姐就在一簾後待着，就在那兒聽。這哥幾個就開始，就大家開始比知識、比文化、比那個腦筋急轉彎，我吟詩作賦出個對子，哥們兒給你對，小姐在裡頭聽，聽完了啥也沒有，沒有第一天能見着這小姐。就是他再喜歡你，頭一天也見不着。就曾經我覺得啊，可能最快時間能見到這小姐的，就是宋徽宗本人。宋徽宗是在大概天快亮的時候，已經4點多鐘的時候，李師師出來了。那李師師出來，就彈了一首叫什麼《平沙落雁》還是叫什麼之類的曲子，回去了。然後大部分的人都見不着，但是見不着你不能着急，你要一着急說，老子今天是來嫖的，老子今天扔了錢了，服務，然後投訴，馬上轟出去。那一院子裡，除那小姐，有100多號人，除了那特恭敬的烏龜，還有那凶神惡煞似的那種保鏢，說您來鬧場子來了，我們家大小姐陳圓圓、李師師，你進來一人想見您就見一面，那絕對不行，一鬧場子馬上扔出去，暴打一頓。然後所以特有風度，沒問題，說我給小姐留封信，或者留一句詩，然後走不能白走，說您片腿走了那不行，得打賞。這一個院子裡裡外外的保鏢、茶壺、什麼烏龜、老鴇，這那最少1人1兩銀子。
就茶錢就數千錢，那時候叫數千錢呀，很多錢呀，而且非常有风度的，走还得扭着屁股走台步走，因为小姐其實在窗外看這人呢，這哥們就走着台步，然後特別瀟灑，前面後邊有書童什麼這那的，醉駕着馬車顛了。第二天又來了，說沒問題，就寫首詩啊。當然了，還催生一個小行業啊，就是在那個青樓門口替人寫詩的，就是有時候有人文采確實不行，這哥們就說我來寫首詩，然後這個你去進去寫騎樓上，小姐就讓你進。還真就發生過，最後那小姐就愛上這門口這個替人寫詩的了，叫窮書生。窮書生经常会被这青楼大名女爱上，著名的杜十娘啊，就爱上一穷书生。但是穷書生最後很沒良心，給人杜十娘賣了啊，到江邊賣了1000兩銀子。所以一天一天的來，直到有一天有人堅持不住，說我都來1禮拜了，這也沒見着下去，我也沒詞兒說了，也錢也不夠了，說這點錢來進京趕考的，這點錢都花了，這個來不了了。就是堅持來的人，什麼時候雙宿雙飛，就是最後這人留下來，小姐說：“公子請慢，我來了。”出来，俩人開始，還不是馬上就那什麼了啊？這有點太快了，這個先得說，我來試試你，咱們對個對子，然後咱們出個題，然後咱們彈個琴，你唱個歌，我吉他伴奏，你唱一歌啊，然后咱俩拿出一幅畫來鑑賞這幅畫，然後大家一來二去，然後等等等等，最後給小姐寫的詩都寫的膚如凝脂，然後什麼眼似流光，亂七八糟，那個望美人兮天一方，然後已經寫的小姐最後春心萌動。哎，這一真正的大生意就來了，就相當於現在說你包了我的，你包了我不出去見人了。然後於是所有的愛情就經過多年訓練的這愛情就都來了，一會兒哭哭啼啼了，一會兒那就不說了，風月鴛鴦之事就不聊了，反正肯定很好，肯定比在家跟老婆好，這就不用說了。然後那個談吐也好。請問逛青樓最重要的是錢嗎？不是，是才華。對，請問你去青樓需要寫什麼呢？寫詩嘍。對，請問你在青樓遇到了別的客人，你會怎麼辦？跟他們聊天嘍。對，青樓你會陪客人待多久呢？3年5載或者天長地久嘍。對，考核結果合格。哇哈哈哈哈！青樓女，我來了。對不起，青樓已經不在了呀。又被坑了。當時中國認字的人大概只有2%，就是古代，並且幾乎都是男的，所以就是2%人士大夫階層，98%的人他不認字，他根本當不了知識分子。這個不認字的有文化的男的，他當然除了性以外，他有更高級的要求嘛，就是今天的人講叫我們有話題，我們有共同語言，我們有共同精神追求等等等等。青樓裡面的這些大名女，就是當時最有文化的女人。青樓女的有才華到什麼程度？唐代號稱唐代4大女詩人有2是青樓女，就是魚玄機，著名的，因為冯唐的不二現在火了嘛，所以魚玄機還有薛濤到現在到成都去還有薛濤祠、薛濤井。所以我在美國经常跟人說，我們青樓文化能到給青樓女立祠，就是薛濤祠。薛濤是著名的青楼女，而且是烈女，就是那種，就是我等你2年你不回來我投井，就屬于那種。啊，鱼玄机也是，鱼玄机是大才华。鱼玄机其實要是化妝成一男的去考科举，完全能考上。鱼玄机流傳下來很多詩，當然也有一句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叫什麼“一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”，就是其實是他們青樓女的心聲。當然了，這個青樓女說的這麼美好，其實只有短暫的青春，因為你再有文化，您到50歲了，這個謝謝您，我還是先找那個只能寫五句詩那個，您能寫一樂府長調，我也不找你了。所以他們呢其實是很悲慘的，這個有點像我們今天的娛樂圈也是，就大家青春年少的時候，哇，這個京城四少追，然後那個大官追，然後那大導演，然後如何，就是叫白居易有一首《琵琶行》，就是寫給一個已經年老的青楼女，她在聽見人家在船上彈琵琶，然後他就给她講。但是白先生也是著名的泡在青樓裡的大名士啊，就寫過很多赠給青樓名女的那些詩，但是那裡面其實描述的特別好，就是年輕的時候叫
鈿頭銀篦擊節碎，擊節就是打拍子，就大家拍的时候要唱歌，然後拔下那头上釵子，玉的、银的，然后打拍子打碎了都。血色罗裙翻酒污，就是喝酒喝的这裙子都成这色儿的，成 burgundy 这色儿的都。所以年輕時候就是這樣的，夜夜笙歌，然後到老了叫門前冷落車馬稀，最後老大嫁作商人婦，商人重利輕別離，前月浮梁買茶去。长安城裡一座芳草萋萋的老院牆，一個慈祥的老太太，我從小管她叫娘。她教我琴棋書畫詩詞舞蹈曼妙歌唱，她教我千般嫵媚萬種風情一點思想。我見過白衣少年口吐蓮花風流倜儻，我見過黑衣游俠持劍四渡眉宇蒼茫，我見過公子郎孫揮軍如土鮮衣怒馬，我見過羽扇綸巾圍頭的寂寞靖王。今天繼續上一期沒說完的話題，青樓。為什麼我說科舉青樓鏢局是咱們獨特的漢民族文化？當然少數民族就沒有啊，少數民族跟西方都沒有啊。鏢局是因為少數民族彪悍，就是包括西方也是，美國人人人帶槍，就大家都躍馬橫槍，不需要人保護。然後那個咱們這兒文弱書生很多，青樓也是因為少數民族自由戀愛很奔放，山歌一唱，大家就手心一摳。走婚了就根本不用那個來這個，西方也一樣，西方一直都有自由戀愛的傳統。有一點挺逗的啊，他們是自由戀愛的，但是皇帝只能娶一老婆，因為有上帝管着，所以那個英王要想再娶一老婆，只能把前老婆斩了、杀了，就是曾经有殺過好幾個老婆，但你只能娶一個。但是戀愛是自由的，所以他只有妓院，他沒有青樓，他不需要愛與自由這個服務，他只需要這個性，所以有一些妓院，偶爾上流社會會出現一兩個。比如茶花女，就是茶花女應該算西方的青樓女，但是其實茶花女才華也不夠，跟我們的庾澄基什麼薛濤什麼這些比起來還是不夠，還是說在公爵侯爵之間就是賣笑而已。其實，可是每個女人有自己的選擇，有的女人就選擇說我希望年輕時候不燃燒愛情，就淡淡的靜靜的，我做15歲嫁了你，中間你去青樓混。那個時候的女子是當然首先是那個封建禮教傳統，所以她不能管丈夫這些事情。那時候丈夫隨時可以休了你，而且休了你還要買休，就是我休了這老婆，你這娘家還得拿錢來買，叫買休。如果你沒錢來買，當然偶爾朝代啊，宋朝有這個規矩，就是說你沒錢買這老婆回去，我可以給她賣到青樓去，說這是我財產。所以得買休，就是女兒還得買回来才能休回家再嫁人，所以那個時候老婆當然是沒什麼地位，所以也沒辦法去，不像青樓女可以揍你，可以打情罵俏，可以給你轟出去，說我今天不喜歡你，给我滾，因為有的是外面排着隊來的公子王孫，排着隊來的甚至有皇上本人。那青樓民女可能跟很多個大名士都好過，就薛濤就先後跟唐初幾個大名士都好過，當然也有幾個大名士都跟一個青樓女好過的啊，都跟一個大名士跟好幾個青楼女好過，這種人就应該，我覺得应該鞭尸，就非常令人氣憤。就是這冒皮匠，就是這個董小宛，這個他居然還跟陳圓圓好過。你想陳圓圓、董小宛都跟這姓冒的人好過，但是呢，要麼像董小宛一樣，就是為了討大老婆歡心、二老婆歡心，在家裡就是殚精竭慮，然後做最乖的小媳婦，最后19歲就跟了這冒，28歲就死了，就是下场董小宛。所以呢，剛才說啊，這個女人的選擇，有的女人就選擇，因為我覺得老天是公平的，給你什麼東西不能都是你的。說你年輕的時候綻放愛情，燃燒青春，美好極了，跟各種大名士甚至皇上本人、太子談戀愛，然後您老了還有一善終，我覺得那老天爺就瞎了眼。善終一定是留給說我年輕时候沒這麼多愛情，我丈夫也出去了，去青樓。然後等等，但是我就是相夫教子，然後我有一個美好晚年。她丈夫總會回來嘛，她最多帶一個青楼女回來當老五或者老七。然後，但是我其實大红灯笼高高掛其中也有一個是這種，但是我最終我能兒孫滿堂，然後我能跟丈夫相濡以沫，然後最後2個人一起合葬在一個墓裡，
你不行，你不可能跟他合葬，因为除非你殉情一起，然后所以你选择了那种人生，平淡的但是幸福的晚年。那这个当然其实也不是选择的了，就没办法，就是过燃烧的青春，所以他们的青春燃烧的更猛烈。因为当他们知道自己的未来是绝望的时候，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没有的时候，那就更加猛烈燃烧青春，更加猛烈的把爱情倾注到就短暂的这个美好年华里。当然了，要能赶上了的话，还能为国家民族做点小贡献。就是当然有很多例子了啊，远到宋江同志就钻到李师师床底下。宋江梁山108年长最帅的，以及就是最会勾栏之事的，就是燕青。燕青去勾引李师师，然后李师师就把宋江因为长得太难看，跟宋柯似的，然后就钻在床底下等宋徽宗来的时候，突然从床底下出来，宋徽宗正跟李师师那儿美呢，钻出来说：“皇上，我是宋江，我就是梁山那个宋江，我其實是想招安，我忠君，我只是討厭奸臣，那個我願意招安，都是童貫、蔡京什麼那個高俅他們幹的。然後梁山招安，李師師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還有就是著名的李香君，李香君、柳如是其實都是，就是堅決有氣節，就跟自己的情人就講，堅決不能投降清朝，就人要有氣，我愛你就是因為你是大名士，你大名士有氣節是第一位的，說你最後連氣節都沒有，你憑什麼讓我愛你？所以一定要，所以李香君也好，柳如是也好，這些都是那個就是充滿民族氣節，而且能鼓勵自己的愛人就是去幹。近的還有小鳳仙跟保護蔡鍔，然後那個跑到雲南去那個起義了。我只想知道，一個風塵女子真的如此重要嗎？天下人都知道，我蔡鍔愛美人不要江山。當然，起義的效果咱們不說了。賽金花是更有文化，還會說德語，會說各種西語。因為賽金花是當時是做青樓女的時候，嫁給了我一外交官，然後外交官把她帶到德國去了，待了很多年，然後在德國回德國生活，然後回來以後老公死了，於是又回到青樓去。然後八國聯軍來的時候，八國聯軍的總司令是一德國人。就跟這德國司令說，那到中國來，中國的這個文化咱得看看呀，那就去體驗一下中國文化。就結果還有一會說德語的賽金花，然後就在賽金花的堅決的勸說跟阻攔下，八國聯軍最後在北京並沒有做大規模的屠殺呀或者是什麼。其實本來是想乾脆就跟英法聯軍當年來的是乾脆把圓邊，但是圓邊當時已經燒沒了啊，就大列大屠殺一通，賽金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。所以剛才你已經說了啊，想當青樓女了啊，就是不帶有炙熱的愛情，我覺得在古代其實是一還不錯的選擇。就是如果不能成為一個大世家女，至少刺繡也不會的話，還不如。但是其實這幾率很低，就像今天想當明星的人有很多，可是那經紀人一看說你只能賣肉，那沒辦法了，你只有被選中選秀當了冠軍，亞軍第3名才能被包裝，才能被教你歌舞這那等等，才能綻放炙熱愛情。當然你也得等對了人，並不是每一個公子都那麼好，並不是每一個皇帝都能有這個，所以是一個很好的人生。但是千千萬青樓女裡，今天我們也就知道了，青樓女的情是非常多的，就是這愛情這東西啊，叫越挖越有，就是你越談戀愛，你越真實愛情。其實你看到今天也是，女孩每一次談戀愛都沒談過，其實可能沒那麼深情，反而多談幾回戀愛，她越有對愛情有了那種更多的那種能力以後，她其實特別有情。就是這些青樓女，其實她對很多恩客是真的有愛情，就真等啊，等你10年都等。當然我最喜歡的一個青樓女寫的詞。詩是很少啊，青樓女主要是宋朝寫很多詞的有很多，是一個叫嚴蕊的這個青樓女，她非常忠貞，人家要陷害她的就是她的情人，就把她也抓進去了啊，陷害的人就是我理學，其實就是戕害音樂最多的程朱理學的這個朱熹，這朱熹同志要害人，就跟咱們現在政治鬥爭一樣，說把你身邊的二奶抓起來，
然後問問這個小三兒說他有什麼貪污什麼行径，嚴蕊就被下了大狱。下大狱以後，这个严刑拷打就是不着，就是挚爱这情人，然后关了很久以後，那個換了人，這個當官的換了一個岳飛的孫子還是岳飛的某一個兒子，總之來了說，哎，這可能是個冤案吧，說給他叫出來，說這樣吧，你寫首詩自辯，說你能讓我覺得你是冤枉的，我就放你走。嚴蕊寫了一首叫《卜算子》，是我特別喜歡的，叫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賴東君主，就是煮花的那個叫東君主。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？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寫得非常的好，所以當庭釋放。青樓提供的商品或者叫服務吧，就是這兩個叫愛與自由。沒才華，你歌舞都不行，然後也沒法培養啊。你就不好意思進妓院就賣肉了。青樓女的命運其實自己不能掌握，自己能掌握就是說我如果一旦愛你，我就拼了，因為我的人生就這麼短暫，就是燃燒青春，所以一旦愛你我就玩命。其實跟今天有點像，今天你說被做了小三兒的什麼，開始其實也有愛情，當然你也真愛，這個也哭哭啼啼，也企圖當扶正，那你被傷了幾回心以後，那最後就真成就是騙男人錢了。不管是古代還是現在，現在雖然沒有青樓了，但是很多好的女子也還是被大家追逐，然後也還是會出現很多這種悲傷的故事，成為二奶，被人包養，出現緋聞，然後等等等等，然後經紀人怎麼害你，經紀人逼你，當然韓國更多啊，韓國是非常明確的，經紀人逼你去陪啊，經紀人陪你去逼你去等等，但是這經紀人說是我培養了你啊，是我請舞蹈老師教的你舞蹈，是我把你弄出的名，那其實跟當時青樓沒什麼區別。悲慘的韓國女藝人，韓國女明星個個漂亮，各種風光，各種顯擺。若說她們的命運比中國古代青樓女還悲慘，你相信嗎？別急，答案馬上揭曉。注意，為了保護藝人隱私，我們把她們的名字隱掉，而且對面部做了處理。各位觀眾，韓國知名女星，坑爹吶！她們的共同點是年輕、漂亮、能唱歌、會演戲，還有死了，而且是自殺。尼瑪，這是為嘛呀？潛規則。韓國女藝人都非常悲慘，長得漂亮的經常會被要求陪酒陪睡。睡一下唄，睡了保你火哦，稅後800萬哦。要沒帶？那是日語哦，親。哦，你好，歐巴哦。如果不從，會遭到謾罵，甚至毆打。哎呀媽呀，還長得醜的安全？長得醜的會被強制整容。經紀人經常強迫女藝人與自己上床，還利用色情錄影帶要挾女藝人不得跳槽。沒這樣的啊！我要去韓國，你救不了他們，親。舅媽，我要去當經紀人。你沒有？青樓的傳統的覆滅跟鏢局和科舉幾乎是同時的，就是同時在清末的時候，科舉廢除了，火車一通，鏢局廢除了，然後青樓基本上也廢除了，因為大家越來越那個沒有過去那種士大夫階層了，也就沒有那種青樓提供那種高級的文化的需求了，所以慢慢的就沒有。到民國時期就變成了交際花制度，就是那個陳白露，日出裡邊的陳白露啊，當然陸小曼有爭議啊，但是說那個女文人或者是交際花都可以了。然後當然就進入這種制度，但是這種制度其實還是保留了一點青樓傳統，一直到解放前，那個好的交際花還是一個院子裡就他一人，然後大家聞名而來，都跑到你家來，然後大家大名士都在這兒認識，徐志摩什麼那劉海粟，大家都是在陸小曼家認識的，然後開沙龍開 party， 這個傳統到最當然了後來就沒了，就因為我們變成了新社會，我們就不需要這種腐朽的文化了，然後基本上我覺得未來我還會有時間講鏢局跟科舉，就這三個東西同時興盛，然後同時在一個時代就都湮滅了，就是美好的愛情、自由、江湖、俠客、名人就名士、士大夫一起都湮滅了。曾經在我們歷史上最美好的那些東西，當然了，腐朽的、最腐朽的那些什麼士大夫、什麼俠客、什麼青樓大名女、什麼那種愛情，就都不需要了。所以我覺得青樓今天大家知道了，首先它不是妓院，第二它裡面的人不是妓女，是當時中國最有
才華、最有文化、最漂亮的，而且他们傳承了。如果没有青楼，如果一直扫黄打非，中國的到那点音樂都传不下来，连柳永、关汉卿的这些伟大的東西都傳不下来。所以傳承了文化，绽放了愛情，给滋潤了每一代的大名士。那些大名士如果沒有青樓的愛與自由的滋潤，可能還沒有那麼多奔放的詩篇，可能還沒有那麼多奔放的思想，沒有那麼多鐵骨錚錚。就他們的那個古代大名士的對自己的要求就是說，在外面要鐵骨錚錚，有氣節，要跟皇帝死諫，外族來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，然後到了青樓裡就是喝酒那個等等等等各種那一面都出來了。大家覺得這是大名士應該做的，就是在這兒自由奔放，在那兒堅守自己的氣節跟底線。所以哎呀，所以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文化傳統。但是和鏢局、科舉一樣，就是這幾個我覺得我們漢文化曾經最有意思、最輝煌，傳承了。如果沒有科舉，很多東西就傳承不下來，因為沒人去念那書。說實在的，那如果沒有鏢局，那很多美好的武術以及故事就傳不下來。沒有青樓，這些詩詞歌賦、這些管弦樓、這些美好的東西就都沒有了。所以今天講這期，紀念一下我們漢民族曾經美好的文化，青樓文化。謝謝大家。繼續恬不知恥的做一小廣告，我的新書寫了很多年的《如喪》，出版了。大家看到這節目的時候，應該已經可以買到了。希望大家捧場，多年心血，而且不是名人自傳，而是小說劇本，我的作品吧。謝謝。一個慈祥的老太太，我從小管她叫娘。她教我琴棋書畫詩詞舞蹈曼妙歌唱，她教我千般嫵媚萬種風情一點思想。我見過白衣少年口吐蓮花風流倜儻，我見過黑衣游俠持劍四渡梅雨蒼茫，我見過公子郎孫揮軍如土鮮衣怒馬，我見過羽扇綸巾圍頭的寂寞帝王。